王大人，这件事情关乎着大宋的根基，我们两个还是好好的想想吧。金军哥哥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开封府啊？他们想进哪儿都可以。金军哥哥，你帮帮忙，想想办法呗。没有办法。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保长，你知道你又干了什么？捅了马蜂窝。知道你还捅？你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吗？他们去调兵遣将。明天一早，开封城又将被围个水泄不通。大宋天下这些年之所以平平安安，就是因为张德林、王延。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是我私闯府衙，就被他们给押进来了。你们出去吧。是。雨柔，出了什么事情？李夫人丢了。丢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她自己偷跑了。我找遍了整个开封城都没找到她。大声点儿！什么丢了？你知道太后找我做什么吗？太后和我掏心窝子，说这些年对朕的不好，正是对朕的好。她把所有盯着朕身上的眼睛吸引到她身上，朕才能活到今天。皇上，您觉得呢？朕确实活到了今天。虽然活得胆颤心惊，他又何尝不是呢？现在想想，他也挺可怜的。皇上，您动摇了。皇上，
离了弓的箭射向靶心，无法回头了。这些年，他对朕也是有恩的。皇上，您已经破釜沉舟，押上了您的全部，您没有了别的选择，只能赢。不是朕，是你，是陈公公，是你们只能赢。朕打从记事开始，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好好活着，别的朕都不在乎。说什么朕生来就是一个天子，朕不是，这就是一个棋子，被人摆布的棋子。这盘棋我们赢不了，我把真相已经告诉太后了。皇上，臣要带您见一个人。娘娘，宫外传来消息，宰相王大人家里今晚议场，很多大臣都慌慌张张地去了王大人府上，像是要商议什么事情。啊，还有，枢密使张大人那儿的眼线也传来消息，说张大人府上也是人来人往，慌慌张张。恐怕李夫人自己跑进宫里去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只能顺其自然了。乱上加乱，现在宫里一定乱成了一锅粥。
明天朝廷更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。保长，老夫要是你，现在就跑，跑得远远的，免得被人杀了。你不死，事情就没法平息。对，你就听我爹的，你现在就跑。尹大人，我要跑了，谁来帮您把枷锁打开？对，你是不能跑，你不把真相大白，我还真成了替罪羊了。爹，您大不了跟包拯一起跑呗。不，那我还真成了畏罪潜逃了。咱们家老老少少怎么办？啊，咱们家的产业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总之我不能让包拯丢了性命。我们因为做错事，为什么要跑？尹大人，您先回牢里歇息，我跟雨柔姑娘还有话要说。什么事啊？还要背着老夫？快说！哎呀，爹，有些话不适合您听吧？回去休息。回去休息啊。你要单独跟我说什么？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和李夫人的事情。哦，原来你要说这个。蓉儿，什么事情说吧。蓉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梧桐小筑的火，明月小筑的火，是蓉儿和皇上放的。什么？蓉儿，这事情可开不得半点玩笑。蓉儿不敢开玩笑。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说？哀家和夏统领答应了暗中帮助皇上，你却防着，不信任我们。越少人知道，成功的几率就越大。还望太妃娘娘、夏统领原谅。你事先不和我们说，是怕我们不答应。现在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，这是逼着我们答应啊！事先没有告诉你们，是因为怕你们会受到牵连。万一事情败露，在宫里连一个帮皇上的人都没有了。可你们已经连累了我差点被你爹杀了。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夏统领，蓉儿给您赔罪了。你想要我们怎么做？皇上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夏统领，成败都在明日。事情成了，您就是功臣，皇上会感激你们的。开玩笑！本将只有1万禁军，你爹有10万精兵住在城外。夏统领，请放心，我爹那里，我来解决。太妃娘娘，夏统领，你们帮助皇上，就是在帮助你们自己。其实，我能认识李夫人，跟你有关系。跟我有关系？没错。那年我跟你去了泸州，嫂嫂不喜欢我，我就不辞而别了。我在回京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歹人。你这个歹人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歹人，给我站住！出来！出来！开门！开门！老夫人，帮我把那个歹人给我叫出来。
歹人，没有歹人，只有一个傻人。傻人？您是说他？姑娘，我儿子冒犯你了？他是个傻子，别和他计较。姑娘，这个女人啊，也是我那个傻儿子不知道从哪儿背回来的。哎呀，一个傻子什么都不懂，只会冲他笑。家里哪还有什么多余的粮食给他吃啊？哎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李夫人。后来那天，我花了好大的力气，才说服她跟我一起回京城的。回到京城以后，我就把整个天宇楼给买了下来。不愿意留下的姑娘呢，我就发给他们银子，打发他们走；愿意留下来的姑娘呢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再做这种下贱的事情了。我教他们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我把整个天宇楼变成了一个文人雅士、吟诗作赋的地方。哎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李夫人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地流眼泪，我就问她到底有什么伤心事儿。她说那天是她儿子的生日。我一再追问下，她才告诉我她的身世。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这不，就派人带着她去端县找你去了。夏统领，张公子，马已经备好了，请。驾！将军，我们不可能从这儿赶到这儿。那咱们的援兵呢？他们在这儿。恐怕我们的时间不充裕啊！是时间太紧。主人，二公子回来了。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叫他进来。是。你终于肯回家了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再也不会踏入这个家门了。我今晚要是不回来，这个家以后恐怕就无门可踏了。什么意思？宫里的2把火，是我和皇上放的。我已经知道了。这把火要是烧到宫外，首先烧到的就是咱们家。敢！我倒想看看，谁有这么大胆子。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放火吗？你们是想玩火自焚？可这把火烧到现在，烧的是你、王延龄、太后。你们的联盟被这2把火彻底的烧掉了。放火的主意谁出的？您的儿子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们长大了，游戏就该重新洗牌。没有本钱的人就该出局，让我们加入。2个刚钻出蛋壳，羽毛还没长一根，就想跟我们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，自不量力。等到我们翅膀长硬了再玩，那时候就是你们自不量力。放肆！明天就是太后给包拯的最后期限，包拯一定会把真相大白于天下，而到时候朝廷一定会炸开了锅。那又怎样？皇上和太后之间，您只能选一个。爹，当初您亲手送儿子进宫，做了人质。这次，您不会又亲手将儿子我再丢进锅里吧？
你是在逼我吗？宰相王大人，枢密使张大人进宫。夏将军，我要带这2个东西一同进宫。张大人，请便。打开宫门，把这个败类带进宫。2位大人，昨天晚上皇上来找哀家，说宫里失火的事情不要再查了。哀家问皇上为什么，你们猜，皇上怎么说？皇上说天干物燥，宫里走水是常有的事情，劳师动众、大张旗鼓地查下去，万一被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抓住机会造谣生事，到时候只怕会平添一些冤案。哀家仔细一想，觉得皇上说的有道理。照太后的意思，老臣的孙女就白白死去了。王大人，那你的意思是？太后之前派包拯查案，应该听听包拯怎么说。且慢，把他们给我押上来。跪下！禀太后，后宫起火那晚，有2个人勾结王守忠私自闯入皇宫，企图放火。这2个人就是臣的儿子张子雍和家奴张东，请太后、皇上治罪。张大人，你是说火是他们2个人放的？火不是我们放的，皇上是我们救的。包拯，他说的是真话吗？太后，火不是他们放的，皇上的确是他们2个救的。押进来。那天晚上，张子雍跟张东勾结禁军副统领王守忠，擅入皇宫准备放火。但是当他们2个刚到，明月小筑的火却已经烧起来了。他们阴差阳错救了皇上。陈公公，是我。禁军侍卫都在你手上了。夏怀敏还算是聪明，给自己留了条后路。这么说，
成败都在今天了。蓉儿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的这条命永远和皇上捆在一起。你帮他，就等于是在帮你自己。好了，咱们该上路了。太后，宫廷火案的真相，臣查出的就是这些。太后娘娘饶命！臣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张子雍出的主意，他说了，出了事有他爹张德林担着。王大人，他们只是想陷害您呢。闭嘴！哀家刚才说了，不再追究失火的事情，就是害怕像你这样的疯狗乱咬人。来人啊，给我拖出去斩了！太后娘娘饶命！臣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太后，太后！包拯，哀家问你什么，你就答什么，其他的都不用说。我问你，他们两个到底放火了没有？没有。救下皇上的神秘人，是他们两个吗？是。好，失火一事水落石出，他们二人擅闯皇宫有罪，救驾有功，功过相抵，杀一个，赦一个。两位大人觉得呢？不行，要杀一起杀，要活一起活。闭嘴！私闯皇宫是死罪，那我想问你们，放火烧皇宫的人，该什么罪？老臣的孙女，不能这么无辜的白白死去。陈林放火烧了梧桐小筑，杀无赦。拿一个快死的人来搪塞老臣，火即使是陈林烧的，也是替人背锅。王大人，您说清楚了，陈林替谁背锅？把那快死的人叫来一问便知嘛。来人，把陈林给我抬过来。太后，陈林公公就在门外。那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蓉儿，这里什么地方？你怎么带着兵器进来了？朕封他为带刀侍卫，兼任禁军副统领。太后，王大人，张大人，刚才你们说的话，老奴才在外面都听见了。放火是老奴才的主意，老奴才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至于为什么，老奴才就不跟你们解释了。王大人，梧桐小筑的火是老奴才亲手放的，可惜灵儿姑娘没有逃出来。灵儿姑娘还是个孩子，不该呀！您不该把她送到宫里来。自古以来，宫里有几个女人是有好结果的？要说凶手，你是头一个。老奴才的命抵不了灵儿姑娘的命。到了那边以后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她，不再让她受半点苦。
张大人，您有好眼光，蓉儿有好眼界，恭喜您有一个比您看得更远的好儿子。太后，还记得老奴才跟您说什么吗？有人就要长大了，将来永远是年轻人的，谁也挡不住。闭嘴！皇上，老奴才走不动了。老奴才只能陪您到这儿了。接下去的路，您得自己走。老奴才到了先帝那儿，等您的好消息。死了也不能便宜他。哀家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火案真相已经大白，真凶浮出水面。皇上年少不更事，受到陈琳这个狗奴才的蛊惑，这错不在皇上。这件事情发生在哀家的眼皮子底下，哀家却毫无察觉，错在哀家。哀家就不应该让陈琳这个狗奴才活到今天。此时此刻，朝廷百官已经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哀家正愁着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解释。
这下好了，陈琳勾结禁军副统领王守忠、大内总管郭淮，火烧皇上，蓄意谋反。包拯，哀家觉得你可以把火案的真相昭告于天下，稳定人心。哼，包拯，你查案有功，皇上会重重的赏你。太后，这不是真相。皇上，你昨天晚上是怎么跟娘说的？太后，朕昨晚见到朕的亲娘了。这些年她很苦，靠着装疯卖傻才活下来。她在哪儿？宫里。这些年您为朕费尽了心机。昨晚您说累了想歇息，想躲在朕的身后。如今朕长大了，不必劳烦您费心。从现在开始，朕要站在前面。你能为哀家撑起一片阴凉，哀家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可是归正的事情，哀家一个人说了不算。张大人，
王大人，哼，想必两位大人早就想好了，等着哀家来说。自古都说，女人头发长，心眼儿短，哀家就不相信，怎么头发长了，心眼儿就短了？今天哀家总算是明白了，这心眼儿指的不是心胸，而是心机。朝堂自古就是赌场，赌场只有赌徒，没有男女之分，愿赌服输，输光了本钱，你才发现自己是个女人。如果你赢了呢？张大人，朝堂自古就是赌场，赌场只有赌徒，没有男女之分，愿赌服输，输光了本钱，你才发现自己是个女人。如果你赢了呢？张大人，皇上，这是大宋的玉玺，哀家答应过先皇，要亲手把它交到你的手上。哀家做到了。两位大人，哀家输了，哀家出局。可是，大宋的江山还在赵家的手里，哀家赢了。皇上，哀家完璧归赵。赵家的江山不能输在你的手上。哀家累了。要去歇息了。
皇宫祸案，皇上打算如何向天下解释？实话实说，私闯进宫者又如何处置？功过相抵，不再追究。不妥。皇上，王大人无辜失去了孙女，本将却毫发无损，这恐怕无法让王大人满意。本将的儿子私自带人闯入皇宫，企图放火，虽然救了皇上，但功不足以抵过，应该关进大牢惩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奉先帝之命，续承祖业，少不更事。先帝立下遗诏，军国重事全取皇太后处分。12年来，皇太后为国事，海内蒙羞，忧劳爽和，故朕归正，理天下事。钦此。你是人是鬼？主子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您老了。你没有死，你当年是庄凤，你的亲生骨肉现在成了皇上。30年河东，40年河西。当年的小丫鬟，终于熬成主子了。你打算怎么处置哀家？如果不是当年进宫给主子做丫鬟，奴婢这一辈子也不会怀上龙胎，生下龙子。这些年，一儿更是躲到您的影子里，才能活到今天。奴婢是来谢谢主子的。主子，这些年奴婢有件事儿一直想问您：如果当年不是奴婢装疯卖傻，您能让奴婢活到今天吗？说真心话。那奴婢也告诉您一句真心话：自打奴婢装疯卖傻的那一刻起，心里就暗自发誓，今生一定要活得比您长。马上，你就要如愿以偿了。本打算来教教主子如何装疯卖傻。现在看来，恐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，真可惜呀。不说了，主子也该休息了。对了，我是不会住在皇宫里的，也不会让人叫我太后。太后这2个字，永远都是您的。福建，
老爷，少爷，爹，您跑到大牢里看羊来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的事情收不了场，把我们俩当成替罪羊。你觉得冤是吗？不冤，窝囊，稀里糊涂的给你们垫了背。把你关进大牢是我的主意，这是你做荒唐事的代价。我要不做荒唐事，你们的荒唐事照样发生。那姓赵的放火，不但会烧死自己，还得搭上姐姐的命，到时你们更收不了场。凭什么他做了皇上，我们俩蹲大牢，不公平？哼，公平？你要不是我枢密使的儿子，你现在做的不是大牢，是鬼。王守忠正在阴曹地府里喊冤呢，你要去找他吗？同样是做荒唐事，有人做主子，有人做大牢，有人就得做鬼。天下的事情就是这么荒唐。知道你爹这么多年争来争去争的是什么吗？向天下百姓认错。包大人，当初你也曾上书谏言，让太后归正于皇上，是吗？是。皇上放火也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有何错？目的没错，但手段错了。皇上不该触犯律法。你们上书谏言，手段正确，可结果又如何呢？范大人被贬崖州，如果不是这把火，包大人恐怕你现在也在崖州与他作伴吧。皇上依旧是个摆设，皇权怎么能收得回来？用有违律法的手段拿回的权利，以后拿什么治天下？现在唯有皇上下诏书，向天下百姓认错，才能还回我朝律法的威严。朕乃一国之君，该有君主的威严。没了君主的威严，朕如何治理天下？律法之前，人人平等。皇上知罪认错，才能得到天下百姓的尊敬爱戴。朕知罪认错也不平等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才平等。庶民火烧皇宫，那诛九族的死罪，将朕杀无赦才平等。包拯，你谏言朕是大功于天下，朕不责怪你，但朕不会认错，更不会谢罪己诏。包爱卿，让你失望了吧？你走吧。皇上，臣告辞。等等。这是欠条，你收好。包拯，你刚正不阿，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朕要好好重用。
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保长，本官今天要请你吃酒。第一，恭喜老夫摘掉枷锁；第二，恭喜你要升官了。皇上亲政，你是有功之人。听说皇上今天召你进宫了，准备封你做个什么官啊？哦，不会太小，肯定不会比本官大。哦，对了，中书侍郎刘峰今年75岁了，是时候告老还乡了。恭喜你啊，保长！请。尹大人，您猜错了。那是什么官？这是什么？奏书？你要谏言皇上？第一份奏折已经在皇上那里了，这是学生刚刚写的。只要皇上不认错，学生就不听得上奏。胡闹！你想干什么？想让皇上做个人民之君，让朝廷权贵不再贪赃枉法，让天下百姓都能过公平的日子。你只会让皇上记恨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写2个字就能改变天下？自不量力，幼稚！哼，行了，这个酒啊，我是不能跟你吃了，免得老夫又说不清，受你牵连。保长，你口口声声律法治天下，你家的规矩治你爹吗？啊！我听说你刚出生的时候差点喂了老虎，你爹跟你认错了吗？笑话！哦，你口口声声律法面前人人平等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庶民火烧皇宫杀无赦，那皇上写个诏书认个错，就算是平等了？哼！本官奉劝你一句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欲速则不达。不行，凭什么让本官走？这是本官的府衙，要走也是你走。哼，火案已经破了，这府衙也该归还本官了。尹大人，您说对了，皇上是要重用学生。您说学生是干还是不干？真的？干呐！为什么不干？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哪有不接的道理呀？哎，皇上，到底要封你做个什么官啊？开封府尹。什么？相爷，您已经在这儿坐半晌了，该回去了。你说，人老了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？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你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人被人害死了，你却不知道是谁害的。灵儿，爷爷说过要给你报仇，可是爷爷却食言了。灵儿，你告诉爷爷是谁害死的你？你告诉爷爷。爷爷拼着老命，拼了我这老命，我要杀了他！我杀了他！灵儿。
叶儿，我想明天出宫了。去哪儿？回戏班子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早就该出宫了呀。朕不让你出宫，朕让你待在这里，朕要天天见到你。现在没人能让我们分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走？难道你不想跟朕待在一起吗？这里不属于我，这里属于你，这里属于我们。我要让你在这儿，当这里的女主人。叶儿，这里要真正属于你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叶儿，大婚的事，你已经在朝堂上，当着百官的面做了选择，也承诺了张美人，不能出尔反尔。那是逼不得已。君无戏言，不论因为什么，说了就要一言九鼎。还记得我爷爷说过的话吗？一个好皇上，不能先想着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要做天下百姓喜欢的事。一个好皇上，说了就要做到，说了不做，就会失信于天下，百姓也会失望的。叶儿，儿女情长，不是一个天子首要做的事情。我舍不得你离开。皇上如果想周儿了，就召周儿进宫。周儿还是以前的周儿。我不能让你回戏班，那里太危险了。蓉儿，皇上，带周儿出宫，到时候完璧归赵。你要说到做到。是。皇上，太医差人来报，太后病情不详。哀家的这盏灯就要熄了。皇上要是有耐心，再多等上几天，也就皆大欢喜了，一切都圆满。真是可惜啊！哀家不怨皇上。皇上也不要怨哀家。赵家的江山传下去，就靠你了。
哥哥，我能不去？不能。你要记住，你一个人在宫里，顶我10万精兵。进宫之后，你要讨皇上欢心，成为皇后。哥哥，妹妹要走了。那一年，妹妹只有15岁，是哥哥把一个正在街头卖艺的傻丫头，变成了这个世上最幸福的女人，天天做着一个女人能做的最美的梦。兔子吃草，老虎吃肉，书生饮茶，将军喝酒。这是哥哥最爱说的话。伺候哥哥饮酒，是妹妹最爱做的事情，因为哥哥酒吃得越欢，爱妹妹就越尽兴。哥哥给了妹妹一个美梦，却亲手将它打碎。有一天，哥哥回来，告诉妹妹，说要让妹妹进宫去伺候另外一个男人。妹妹哭着哀求哥哥，求哥哥不要送妹妹走。哥哥说，我一人入宫，抵得上你的10万精兵，要我讨得皇上的欢心，诞下龙子做皇后。妹妹什么都不愿意做，只愿意做哥哥的女人。妹妹没有力气了，哥哥，能不能像以前一样抱抱妹妹？妹妹还要告诉哥哥一个秘密。妹妹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，那就是哥哥。贤弟，他早就知道哥哥的意图，从没有宠幸过妹妹，他宁可宠幸妹妹身边的一个丫鬟。妹妹只做哥哥的女人。
一场离奇大火，烧出几多荒唐故事。有人坐了牢，有人做了鬼，有人做了无辜冤魂，有人做了母仪天下的皇后，而我被烧进了开封府，做了府尹。3年后，皇上兑现了承诺，与张美人完婚。大婚之日降旨，大赦天下。皇上大欢，天下大爽！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包大人。张公子，你可以走了。大赦这种小事儿，也要包大人亲自来办吗？凡是本官经手的案子，都要亲自设放。包大人，您现在应该叫我一声国舅了吧？哈，我差点忘了，包大人向来胆大，专斩国舅。包大人不会哪天也把我斩了吧？本官只公正办案。这3年来，我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，不如你教教我。那个姓赵的为什么没有跟我们一起关进来？他放火，我救人，我不但救了他的命，还替他背了黑锅。现在他当了我的姐夫，一句大赦天下就把我给放了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公正？我回答不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同你一样困惑。哼，你把我关进大牢里，你就不困惑了吗？不困惑。为什么？因为关你进大牢是我能做到的公正。好，包大人，我送你一句话，请讲。以后不要以卵击石。张公子可知这以卵击石出自何处？不知道。曾经一个算命的对墨子说：“根据我的推算，今天北方既见黑色，而你的脸色比较黑，今天出行往北一定很不利。”墨子却回敬算命先生说：“你所说的是谬论，而我所说的是真理。你想用谬论来否定真理，等于是以卵击石。”包大人的脸可比墨子黑多了。我保证脸黑心不黑。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我们换一个亮堂的地方看书去。是。张公子，知书方能识礼，不如我也送你一句话，说：好自为之。谢包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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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包。包大人，设放可还顺利？您名册上签过的都已经放了，不过
有一个老头他不肯走。不走？为什么不走？大人，这个老头赖着不走，非说是王大哥和马二哥找他们来顶罪的，得讨回个公道。我们也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名堂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顶什么罪啊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大人，我们也不想信，可是那老头赖着就是不走。包大人，这种泼皮无赖在大牢里那是见怪不怪啊！您不用操心，我和王朝去处理。处理这种事情，两位大哥自然比包大人在行啊。就是，比我们更在行。少爷，按理说，老爷今儿也知道咱们出来，怎么也不派个马车来接咱呢？少爷，干脆咱俩走回去吧。哼，咱们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？那去哪儿啊？哪儿读书人多，咱们就去哪儿。读书人？书院？书院？书院里都是一帮穷酸的臭书生，小爷才不跟他们打交道呢。唉，不去书院又不穷酸。听雨楼？听雨楼？那是个什么地方？饮酒作诗，有钱的文人雅士都去那儿。哎，走走走，别在这儿坐着。唉，少爷，走吧，撵咱们了。把包袱给我。我不回去了，我不会这么窝窝囊囊的回去，让他也别来找我。你不回去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哼，我要干一番大事情。风筝，来看一下了。本店只收现银。他可比银子值钱多了。遇到是块好遇。那你是想吃酒品茶，还是想摆宴听曲儿啊？住店。住店？住店不去客栈，来我这儿干什么？你这里风雅呀。要住几日啊？没日子。本店只接待读书人。我就是读书人。你？哼，不像。我哪儿不像了？你哪儿都不像。行了，慢走，不送。还真是个读书人啊！啊，好，我看走眼了，对我得罪了。你为什么要盯着我看啊？我怎么看？你也不像个掌柜的呀。既然是个读书人，那就要守读书人的本分。住在我这儿可以，我要跟你约法3章。哪3章？第一，不许打女人；第二，不许骂女人；第三，不许调戏女人。否则呢？咱们从端县到开封府，香火钱、药钱、送子观音的钱，和看郎中的钱，把他们融化了，都能做一个银孩子了。你说你这肚子怎么还是瘪的呢？嫂嫂，以后咱们别再花冤枉银子了。我这是心疼银子吗？当初我强迫三黑娶了你，可你这肚子怎么就不给嫂嫂争气呢？到头来啊，三黑一定会抱怨我。哎，罢了，庙还得拜，郎中也得看，我就不信你这肚子生不出个孩子来。嫂嫂，要不咱再给三黑纳个妾吧？嫂嫂，雨柔小姐还没嫁人吧？
雨柔小姐要是愿意为包家添香火，我可以做妾，我伺候她和三黑。那不委屈你了？不委屈。端午从小就在包家当丫鬟，嫁给三黑这些年，该享的福都享了，却一个孩子都没有生。是嫂嫂和三黑受委屈了。当初我对雨柔姑娘那样，我这口可怎么开呀？嫂嫂，我去跟她说。时空还是慢，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，大江东去，只留流传，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